明天3月20日，我要告诉你一件很多人不知道的事儿。这一天，你这辈子可能只会遇见3次。听起来很夸张，但这不是玄学，不是老黄历，更不是迷信，这是太阳系的运行规律，精确到天文数学级别的巧合。明天是2026年春分，同时也是农历2月2龙抬头，这2件事撞在同一天，19年才发生一次。上一次是2007年，下一次要等到2045年。本世纪内这种巧合屈指可数。很多人知道明天要剪头发、吃龙须面求好运，但99%的人不知道这一天到底发生了什么。为什么说它是宇宙级别的同频日？为什么偏偏是19年？不是10年，不是20年，偏偏是19。今天这条视频，我带你搞清楚3个真相。第一，春分和龙抬头分别是什么历法体系的产物？为什么很多人对这一点的理解从根儿上就错了？第二，龙抬头的龙到底在哪里？它在天上，是真实存在的，不是神话，是星空。第三，19年一遇背后是中国古代天文史上最精密的发现之一，它叫19年7闰，是宇宙的公倍数。看完这条视频，保证你对中国历法、对天文、对这一天的理解会完全不一样。我先问你一个问题，你觉得24节气是按阴历算的，还是按阳历算的？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农历嘛，当然是阴历，毕竟我们从小就觉得节气和农历是一回事儿。但是错了，完全错了。而且这个误区几乎所有人都有。我们先理清楚2个基本概念。阴历是按月亮的圆缺周期来算的，月亮从新月到满月再回到新月，大约是29.53天，这叫一个朔望月。12个月加起来大约354天。阳历是按地球绕太阳公转来算的，地球绕太阳一圈大约365.25天，这是一个回归年。你发现问题了吗？阴历的一年是354天，阳历的一年是365天，差了整整11天。所以这2套系统是独立运行的，它们不会自动对齐。打个比方，就像你手机里的2个闹钟，一个每隔354秒响一次，另一个每隔365秒响一次。大多数时候它们的响声是错开的，只有在非常特殊的时刻才会在同一秒同时响起。那24节气到底是哪一套？答案是阳历，纯阳历。24节气是中国古人根据太阳在黄道上的运行位置来划分的。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圈是360度，均分成24份，每份15度就对应一个节气。春分是太阳运行到黄金0度，也就是太阳直射赤道的那一刻，这是一个完全由太阳位置决定的时间点，和月亮的圆缺没有任何关系。所以你会发现，春分每年几乎固定在3月20日或21日，误差不超过1天。不管农历是几月几号，春分都在那里。这一天，太阳直射赤道，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全球绝大多数地方，这一天白天和黑夜的时长几乎相等，都接近12小时。你在北京，在上海，在赤道，在南半球的澳大利亚，只要这一天你站在地球上，日出到日落之间的时间差都接近12小时。这是一年中最公平的一天，阴与阳的力量在这一刻最接近平衡。古人描述春分用了2个字，平分。昼夜平分，阴阳平分，天地平分。这也是春分里有一个分字的原因，不是开始，是均分。很多人以为春分是春天的开始，其实不是。按24节气，春天从立春就已经开始了。春分是春天走到一半的那个节点，是春季的终点。这里顺带说一个流传很广的冷知识，春分数蛋。在春分这天把鸡蛋竖立起来，据说特别容易。有人说这是因为春分阴阳平衡，重力均匀，所以鸡蛋好竖。但科学上的答案是并非如此。鸡蛋大头一端的表面有细微的颗粒感，只要有足够的耐心和稳定的操作，任何一天都可以把鸡蛋竖起来。春分并不具有物理上的特殊性，但春分竖蛋作为一个流传数千年的文化仪式，它的意义从来不在于物理，而在于仪式感本身。在天地最平衡的那一刻，做一件需要极致平衡的事，感受自然的秩序，这种连结感才是这个习俗的真正价值。好，春分我们讲完了，但真正让明天这一天如此特殊的，不只是春分，还有另一半，龙抬头。
而那条龙是真实存在于天上的。这一部分很多人从来没听说过。你有没有想过，龙抬头，龙在哪儿？很多人以为龙是一个文化意象，是古人对春天到来的浪漫比喻，但实际上龙是真实存在于夜空中的，它是一组星座，就在你头顶的天上，不是神话，是天文。中国古代把整个星空分成4个大区域，叫做4象：东方苍龙，西方白虎，南方朱雀，北方玄武，每一方对应一套完整的星宿体系。东方苍龙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方，对应春天，对应生机，对应阳气生发。东方苍龙由7个星宿组成，按顺序是角、亢、氐、房、辛、尾、鸡。这7个星宿连起来，在古人眼中就是一条腾飞的龙的完整轮廓。角宿是龙角，星宿是龙星，尾宿是龙尾，整条龙横跨东方夜空，气势恢宏。所以龙从来不是虚构的，它是古人给一组真实星群起的名字，是人类用想象力和星空的连接。那龙抬头具体指的是什么天文现象？是这样的，每年农历2月2前后，在黄昏天刚黑下来的时候，如果你走到空旷的地方，向东方地平线望去，你会看到代表龙角的角宿从东方地平线缓缓升起。那个从地平线升起的姿态，就像一条龙正在慢慢抬头，所以叫龙抬头。这不是比喻，是每年都会发生，可以实际观测的天文现象，是地球公转到特定位置，导致东方苍龙星群恰好在黄昏时出现在东方地平线的结果，精准可重复，每年都发生。这里我们可以停下来想一想一个更大的问题，古人是在没有望远镜、没有计算机、没有人造卫星的条件下，把这一切都观测清楚的。他们用的是龟表，一根插在地上的标杆，测量日影长短，用漏壶计时，用肉眼世代积累星象观测记录。就这些工具，他们把星空的运行规律摸得清清楚楚，精确到可以预测哪天哪个星宿会在哪里升起。而且他们为这个天文时刻赋予了意义。龙角星升起意味着寒冬彻底过去，地下的阳气开始向上涌动，万物真正复苏，农耕季节正式开始。龙抬头是古人给这个天文节点起的名字，是对自然节律几百年观测的浓缩总结。那为什么选龙这个意象而不是其他？因为中国的龙和西方喷火的怪兽完全不同。中国的龙是力量、生命力、天地阳气的象征，把春天升起象征生机的星群命名为东方苍龙，这是一种极其精准的文化命名。星空里最重要的春天信使，配上文化里最能代表生命力的符号，科学观测与文化智慧在这里合而为一。所以2月2龙抬头根本不是迷信，不是老人随便说说，是古代中国的天文观测，是星空给出的信号，是自然界在宣布阳气到了，新的一年真正开始了。但这里还有一个问题，龙抬头按农历算是2月初2，春分按太阳运行算固定在3月20日前后，这两套系统平时是错开的，他们凭什么今年能撞在同一天？背后的答案是中国古代天文史上最精密的一个数学发现，而且这个数字不是10，不是20，偏偏是19。真正关键的问题这才刚刚出现。我要在这里讲一个数字19。为什么春分和龙抬头的重逢偏偏是19年一次，不是10年，不是20年，偏偏是19？要回答这个问题，我们需要看2组数字。阳历一年 365.2422 天，这是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圈的精确时间，叫回归年。阴历1个月 29.53059 天，这是月亮绕地球公转一圈的精确时间，叫朔望月。这两个数字单独看毫无关联，但当我们问一个问题，19个阳历年是多少天？19乘 365.2422 等于 6939.6 天。好，记住这个数字 6939.6 天。然后我们再问 6939.6 天能装下多少个完整的月亮月？ 6939.6 除以 29.53059 约等于235个月，也就是说235个月亮月是多少天？235乘 29.53059 等于 6939.69 天。你看到了吗？误差不到 0.1 天，换算成小时大约只差 2.4 小时。
这意味着经过19个阳历年之后，月亮和太阳几乎回到了完全相同的相对位置。19个太阳年约等于235个月亮月。这不是巧合，这是太阳系的数学结构。太阳公转周期和月亮公转周期在19这个数上找到了它们的近似公倍数。这个周期在现代天文学里叫做默东周期，是古希腊天文学家默东在公元前433年发现的，距今约2450年。但是中国人更早。中国历法里有一个法则叫做19年7闰，意思是在农历的19年里要额外加入7个闰月，才能让阴历和阳历保持基本同步。19乘12加7等于235个月，这个235和默东周期一模一样。中国古人在哪个时期确立了19年7闰？最晚在春秋战国时期，距今至少2500年。他们没有现代仪器，没有微积分，没有计算机，但算出来的这个19精确到让现代天文学都无法挑剔。那这跟春分遇龙抬头有什么关系？关系非常直接，因为19年7闰保证了一件事，在阳历中固定的某一天，比如春分3月20日，在农历中对应的日期，每隔19年会近似重复一次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今年春分恰好是农历2月初2，那19年前也是如此，19年后也将如此。打个比方，你和你的好朋友生活节奏完全不同，你每隔365天回一次老家，他每隔354天回一次老家。大多数年份你们回老家的日子是完全错开的，但经过19年，你们两套各自的周期会精准的在同一天撞上，同时站在老家的门口。这不是命运，是数学。明天就是这样一个宇宙级别的相遇时刻，太阳的周期加月亮的周期在19年的轮回之后精确重合于3月20日这一天。这就是为什么明天是19年一遇，这就是为什么古人说这一天特别，因为他们算出来了，这背后有规律。好，现在我们把3件事放在一起看。第一，春分，太阳直射赤道，昼夜平分，一年中阴阳最平衡的时刻。第二，龙抬头，东方苍龙七宿中的角宿升起，阳气抬头，万物复苏的天文信号。第三，农历2月初2，凭借19年7闰的数学规律，今年恰好和春分精确重合，三者同日意味着什么？从自然规律的角度来说，这是一年中阴与阳最接近平衡的那一刻，同时也是星空宣布阳气正式生发的那一刻。两个最重要的天文信号在同一天叠加。从历法数学的角度来说，这是太阳历和月亮历经过19年漂移之后重新精确对齐的那一刻，日月同频，两套宇宙时钟同时归零。现在来讲大家最关心的几件事儿，为什么这天要剪头发？2月2，龙抬头，家家男儿剃龙头。这个习俗背后是有逻辑链的。古人认为正月里不能剪头发，因为正月是一年之始，需要保持完整不动。到了2月2，龙抬头，阳气开始流动，新的气场正式启动。这个时候剪头发意味着辞旧迎新，去掉旧气，从头开始。从现代心理学的角度来看，这其实是一种状态切换仪式。心理学里有个概念叫仪式效应，仪式感能帮助人在心理上完成状态转换。就像你跑步前要做热身动作，不是因为不做不行，而是大脑需要这个信号。好，我们要开始了。剪头发这个动作是在用一个具体的行为向自己宣告新的状态开始了。明天剪不剪完全是你的自由，但这个习俗背后的逻辑一点都不迷信。吃春饼、龙须面，这是借龙气吗？龙须面因为面条细长，形似龙须而得名。春分时节吃它，有吃到龙的阳气的文化含义。春饼是用面粉烙制，卷上春天第一批嫩蔬菜，韭黄、豆芽、菠菜，庆祝春天真正来了，新鲜食材重新长出来了。这些习俗本质是古人用最朴素的方式与自然节气同频，节气到了，应季而食。有意思的是，这在现代营养学上也是有道理的。春分时节，阳气上升，身体从冬季的收敛模式切换到生发模式，适合多吃新鲜绿色蔬菜，少吃肥腻厚重的食物。古人说借龙气，实质上是一套应季饮食调整的文化表达。那明天普通人可以做3件最简单的事儿。第一件，理发。
不为运气，就是给自己一个新开始的心理信号。你的大脑需要仪式感，给它一个。第二件，感受一次昼夜等长。今天日落前到户外走走。春分是一年中少有的昼夜几乎完全对称的一天，感受一下天地平衡的那种时刻。这不是玄学，是宇宙给的礼物。第三件，少生气，多向好。中医认为春天肝气最旺，而肝最怕压抑与暴怒。不管你信不信中医，少生气本身就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。在19年一次的这一天，为什么要把精力浪费在负面情绪里？做完这3件事，你不一定会好运加身，但你一定会以一种更主动、更有仪式感的方式，开启一个19年才有一次的特殊春天。好，我们到了今天视频的最后，用一句话总结今天讲的所有内容。明天这一天不是迷信，是中国人用几千年时间把太阳、月亮、星空全部算清出来。3个核心真相。第一，24节气是纯阳历，春分由太阳位置决定，每年固定在3月20到21日前后，是一年中昼夜最平衡、阴阳最均衡的时刻。第二，2月2龙抬头不是神话，而是天文。东方苍龙7宿中的角宿，在农历2月2前后黄昏从东方地平线升起，是可以实际观测的星象，古人用它标记阳气抬升的节点。第三，他们19年才重合一次，背后是19年7闰，中国古人至少2500年前就发现的。太阳历和月亮历的近似公倍数规律，与现代天文学的末冬周期完全吻合。这不是一个关于运气的故事，是一个关于人类如何用智慧读懂宇宙节律的故事。而中国人在这件事上走在了世界的前面。最后，我想问问你2个问题。今天视频里哪个知识点最让你意外？是24节气其实是纯阳历，还是龙抬头的龙是天上真实的星座，还是19年这个数字背后是太阳和月亮的公倍数？还有一个问题想请你想想，如果古人没有发现19年7闰，中国的历法会是什么样子？你觉得这个发现最了不起的地方在哪里？欢迎在评论区聊聊，我会认真看每一条留言。如果你喜欢这种用科学解释传统文化和宇宙规律的内容，记得点个赞，订阅频道。我会持续分享更多有意思的天文冷知识、节气科普和中国文化里的宇宙智慧。如果你的家人或朋友不知道明天这一天的真正来历，把这条视频转发给他们，让他们在19年一次的日子里多了解一点属于我们自己文化背后的宇宙逻辑。我频道里还有很多类似的视频，关于节气、历法、古代天文的冷知识，去主页看看，保证让你越看越上头。我们下条视频见。